这个男人在房间里烧起了火堆，用烈酒取暖。此时的温度已经下降到零下50，文熙瑟瑟发抖。这时旁边的电脑突然响了起来，他冲过去一看，是前妻打过来的。文熙问他报警了吗？他说报了，佛波洛现在就在1408，但是房间是空的。文熙崩溃了，显然他们不是在一个空间。他说自己要被冻死了。前妻听到这话，说自己马上过来救他。文熙看了看时间，说已经没有时间了，叫他别来。谁知屏幕里出现了另一个自己，他对前妻说：“快来，我在1408。”文熙大喊。可他们根本听不到自己的声音。突然，屋内开始剧烈的晃动，天花板出现裂纹，整个房间好像要塌了，地面有东西要破土而出。刚刚还冰天雪地的屋里瞬间下起了大暴雨，墙面上的油画变成了这幅。文熙彻底爆发，可刚要上去，油画突然喷出大量的水，房间瞬间被水淹没，变成了一片汪洋。文熙沉入了水底。等到他醒了过来，迷迷糊糊的睁开眼，发现自己躺在了病床上，而前妻就在旁边。文熙松了一口气，难道刚刚发生的一切是梦吗？他说自己去了纽约的一家酒店，前妻说这里是洛杉矶，原来真的是一场梦。他的生活回到正轨，并且把1408的经历写成了一本书。他来到邮局，准备把书寄给出版商，可当收件员一转身，他突然发现眼前的这个男人就是酒店的服务生。文熙一脸的不可思议，然而下一秒，邮局的装修工把房间里的所有东西都砸了。原来他一直在1408，刚刚发生的事情都是幻觉。等到他回过神来，房间里已经变成了一片烧过的废墟，死去的女儿出现在废墟里。他知道这不是真的，但还是忍不住和女儿相拥在一起。渐渐的，女儿又一次死在了他的怀里。文熙痛苦不已，他不能接受女儿的再次离开，开始疯狂地打砸着屋里的东西。他累得瘫在地上，看见收音机的计时已经结束。文熙撑过了1个小时，整个房间回到了当初的样子。他以为结束了，此时电话响起，可对面却告诉他，这1个小时不会结束，会无限的循环。不过你也可以选择快速退房服务。文熙放下电话，看到了一旁的绳索，原来这就是所谓的快速退房。文熙瞬间上头，反正结局都一样，就让1408跟着我一起消失吧。然后毫不犹豫地点燃了房间。酒店里的人员迅速撤离，前妻在楼下看到了燃烧的1408，这间诡异的房间也跟着文熙一起燃烧殆尽。从此以后，1408不会再出现受害者，他将是最后一个。